先来看一组视频，大家看一下这组视频的质量是不是非常的高？毫不夸张的说，应该叫惊为天人。那这一组视频呢，来源于一个新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叫做 Frame Pack， 而且呢系出名门，就是我们 ControlNet 的作者闵神。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 Frame Pack 这个技术它的 GitHub 的项目主页，当然呢也有它的代码的主页。那你可以在你的计算机上呢，采用这样的方式呢进行一个部署。当然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在 ConfigUI 上来复现这个东西。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教给大家两种方法使用 ConfigUI 来实现这个效果。这两种方法呢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挑选。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技术它的要点或者是它的思路是什么。好，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怎么在 ConfigUI 里边去使用这个东西。那要在 ConfigUI 里边复现这个东西，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用我们的 Running Hub。因为呢其中的一个 ConfigUI 扩展呢就是由我们的 Running Hub 研发的。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进入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Running Hub 的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非常的简单，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是怎么来实现的。首先呢会有一个参考图片，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图声视频的技术。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段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我这儿呢就用这个 LTXV Prompt Enhancer 来生成的，因为它生成的更像一个视频的提示词，对吧？当然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用 Show_Any 这样的组件呢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显示出来，因为 Show_Any 是可以显示任何的东西啊，所以说呢用这样的节点会更加方便。另外就是我这儿呢做了一个 resize， 主要是因为分辨率如果太高呢，采样的速度呢就会很慢。大家注意啊，在 Frame Pack 这个 GitHub 的页面里边呢，对生成的速度呢有一个简要的说明。首先呢你要注意啊，这个需要的是英伟达的 GPU， 包括 RTX 系列的和 GTX 系列的。另外呢它最小需要6G 的 GPU 的空间，所以说呢它本身的显存的大小呢要求是不高的。但是它这儿对于生成的速度呢有一个说明，就是如果我要生成1分钟的视频，那大概呢是30 fps， 那一共呢就是1800帧，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 13B 这个模型。然后你最小的这种显存需求呢大概是6G， 如果你要是用4090的 GPU 大概是每帧 2.5 秒，如果你要是用了 Tcache 的加速技术大概是 1.5 秒。他说如果是在他的3070或者是3060的笔记本上的话呢，会有一个4倍到8倍的一个减速啊。那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这个分辨率呢就变得比较重要了，我们并不希望啊它变得特别的大，是吧？所以说我这儿把它缩放到了640这样一个分辨率。然后采样呢就按默认的啊，我生成5秒钟 seed 这是随机的，然后25步采样啊，而且用了 Tcache 技术。大家看生成的这个效果非常的棒啊，这个动作也非常的顺滑，人物的一致性呢保持的也非常的好。那我这儿生成了很多的这个视频，你会发现每一个大概生成的时间呢都会在7分钟左右，所以说呢这个速度呢应该说还可以，对吧？这就是这个工作流。非常的简单，最核心的就这么一个节点。那下边呢我们就简单浏览一下我们生成的一些视频啊，大家看一下。那这个风格呢就比较具有魔幻性了，对吧？一个美女的图片，然后呢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这个是一个写实人物的，也非常的棒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实例，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屠龙的这个女孩，是吧？当然这个好像语义上来讲有一些问题啊，不过整个的动画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还有这个像这种动画生成呢，可能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镜头的运转啊，还是提示词写的问题。这个呢就是主要是手上的这个动作。那通过这个特写你会发现对于手的这种展现呢真的非常的细致，对吧？看这个弹吉他的女孩，看手部的这个感觉背景的这个猫它整个的动作。这个呢我主要写了2个动作，第一个叫 standing 第二个就是 walking。 由于5秒，所以说呢这2个动作它展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确有一个站立然后再开始行走的一个过程，对吧？
而相比较下边这个呢，我就给了一个行走的，那你会发现它就直接开始行走了。好，下边呢我们就说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扩展啊。如果你要在你的 ComfyUI 里边来实现对应的效果的话呢，可以安装这个扩展啊，叫 ComfyUI RH 就是 Running Hub， 然后 FramePack 这个扩展。这个扩展的话呢，其实是最早研发出来的。那在 FramePack 这个技术发布之初啊，那这个扩展就被研发出来了啊。你会发现它更新呢也是在昨天。在安装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将这个给它克隆下来，然后安装 requirement 这个依赖包就可以了。另外呢，它这儿也提供了 Running Hub 上的这个工作流的地址。这个工作流跟我那个就稍微有一点差别啊，主要是在提示词那个地方。最麻烦的其实就是模型的下载。你注意，这个模型呢同样是基于混元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在 Hugging Face 上将所有的混元的模型呢给下载下来。注意啊，这个是一个 diffuser 的一个结构，所以说所有的目录结构必须下载下来，而不是单独下载一个 Safe Tensors 的模型，然后包括这个 Redux 的 BFL 的 model 同样需要下载下来，然后这个是 FramePack 的 i2v 的 model。 那整个的结构它说的也比较清楚啊，就是在我们的 ComfyUI 的 models 里边，那你需要下载第一个Redux BFL， 第二个需要下载 FramePack i2v，第三个需要下载完整的混元 value。 那这个工作流的示意图跟我们看到的呢是基本一样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安装啊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重点是要下载所有的这个模型。另外你注意啊，它这个建议还是 24G 的 GPU， 也就是3090或者4090当然如果你略低一点的话呢，你就把分辨率和帧频调的少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讲它显著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第一个。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第二组这个工作流你一看啊，可能就觉得很眼熟，特别像谁呢？大家可能猜对了啊 ，K 神研发的一个扩展。那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扩展。那么它基本上沿用了 K 神对于所有扩展的一个命名规则啊，它的安装更简单，也是下载下来，然后呢安装依赖包，再往下边呢就是下载模型。下载模型呢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你可以下载这个 diffuser 格式的，就是整个目录格式的那个模型。第二个呢，你可以下载一个这个单独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的话呢 ，K 神呢已经给转换好了，直接下载下来就行了。另外的话呢，就是需要下载我们的这个辅助模型，比方说 Text Encoder 和 VE 还有 SIGClip。那么 Text Encoder 它用的也是混元的，所以说呢，我们用的是 ComfyUI 的官网里边提供的混元的包啊，这些呢你尽量都要下载下来。其实这个我们基本上都已经下载好了，因为大家用这个都不是一次两次的。另外就是需要用到 Redux 那个 SIGClip 视觉的一个编码器，这是一个384的编码器，这个呢大家不要下载了啊，大家尽量的下载这个。叫 ComfyUI Advanced Version， 这是一个更加高级的编码器。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个是512的，一个是384的啊。那当然512的会更精确一些。之所以用512的这个 Clip Vision， 也就是视觉的编码器，还有一个原因，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打开 ComfyUI 的官网啊，然后点开它的这个版本的提交列表，在2025年大概4月5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一版提交，就是它开始支持这个叫 SIGClip 512的这个模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就可以用这个视觉编码器了。那我当时看到之后就想给大家讲啊，但是呢这个新技术一直在出，而它呢又不是说特别重要，就一直推，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叫冥冥中自有天注定啊，就是我们在这儿就把它非常合理的引入过来了。所以说大家呢把这个稍微替换一下，生成的效果呢会好很多。那为了大家清楚呢，其实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安装过程呢也记录下来了，我们大概看一下。那第一步呢，当然是 git 克隆，我们把这个 FramePack 第三方的扩展呢给它下载下来。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对应的这个文件夹里边去，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下这个扩展。大家注意，我用的命令同样是 Python 的 pip 程序 pip install， 然后我们把 requirement 里边所有的依赖包呢全部给它装上。这儿我为了速度用到了国内的清华源，然后安装的过程没有任何的错误。完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启动我们的 ComfyUI。
ComfyUI 启动的过程当中没有报错确保我们现在的这个扩展呢是正常安装的。看一下啊，这个呢已经正常启动了。下边呢就是我们的模型。那模型呢我们需要下载的最主要的就2个。那我们进到 ComfyUI 的 Models 目录里边，然后首先是主模型Diffusion Models 里边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下载的这个。这儿呢我用的是FP8 的，所以说它的大小呢会更小一些，大概16个 G 左右这是主模型。下边呢就是会员的主模型，这个我们默认呢其实都已经下载过了。然后呢是 Text Encoder， 这里边用到呢基本上也是会员的这个 Text Encoder。然后再往下边就是 Clip Vision 视觉编码器。大家注意我这儿下载的是这个512这版的。那所有的模型的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扩展的主目录里边然后这里边有示例的工作流，你把它拽进来就可以了。那进来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首先呢是我们的主模型，这个主模型呢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 FramePack， 并且是基于会员的这种主模型。由于这儿是 FP8 的，所以说呢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你注意下边这个选择 BF16 这儿选 FP8， 这个如果你要是有别的这个 Attention 的机制的话可以选一个，比方 Sage Attention。再往下边就是我们 Text Encoder， 就是编码器的这个选择 Clip-L， 然后 L Lemma， 这个其实跟会员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儿有我们的提示词，这儿用到一个 Clip Vision， 这儿我们用的是512版，而你用的 Cache 那个默认的应该是384版的。同样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给它缩放到大概接近640的一个分辨率。完了之后呢把它进行编码，然后把这个编码呢输入到 Image Embeds 里边。再往下边就是采样的这个参数基本默认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30步采样。然后这是 Tcache 的一些设置，这个 CFD 是 1.0所以说在这儿的这个负向的这个条件或者叫负条件反向条件是不需要的，我们直接做一个0输出就可以了。再往下边就是这个 Guidance Scale 这默认是10， Shift 注意这是0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要么是这个8呀、6或者是5是吧？这是0。这个种子呢你随便设置就可以Latent Window Size 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是9，这是一个滑动窗口。所以说待会儿呢你会发现它采样的时候不是采1遍，是采几遍呢？这个得看你生成多长的视频。比方我这个要是5秒钟的，然后 latent size 要是9的话，大概呢是采4遍才能把整个的给它采样采出来另外这儿有一个 GPU 的一个限制使用的设置这儿默认就可以。Sampler 用的是 UniPC， 然后 BF-1， 降噪系数是 1.0， 这个没有问题那我这儿稍微改了一下，我把这改成了 Sage Attention 是吧？好，下边呢我们再来试一个我们找一个动感比较强的好，我们用这个吧，看一下这个呢我提示词呢写的简单一点，大家注意这个支持中文提示词，但是中文的没有英文的效果要好我们这样写Beautiful girl is dancing， 正在跳舞是吧？那它在采样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生成的一些效果。大家看一下刚才这个敲键盘这个美女生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也赶上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有没有这个眼前一亮的这个感觉这个质量呢其实是可以和可伶对标的，所以说呢这个技术有很多人都这样讲，它是可以和可伶对标的。不管是从速度还是质量，而且它是开源的，所以你会发现当开源的技术变得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技术就发展的很快。那我们再看看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些其他的看这个呢我的提示词写的不是特别好大家注意我专门挑了一个from above就是从上面看的这样一个视角。然后呢我们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它主要在细节的呈现上。你注意这个伞呢在动是吧？这个花呢也在动，树叶也在动，女孩呢也在微笑和眨眼看一下所以说呢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注意手指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变形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呢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她这个动作呢就非常的具有引导性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在骑自行车，所以说这个写提示词也比较简单。那我们看生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好？你注意这个景物在向后移动车轮在向前滚动，
整个的动作的协调性，手指啊长发飘飘的这个感觉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尤其是人物的面部是没有任何崩掉的。再来看这个就相对静态一点了啊，这个女孩趴在沙发上，然后呢她的动作也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非常的舒服，对吧？所以说不光这么讲呢，它整个的效果表现的确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大家看一下，现在第一遍已经采样完了，现在正在进行第二遍采样。在采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就这个井号1、2就代表它在进行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采样。这样我们稍等一下，这个采样就完了，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对吧？当然当远了之后呢，可能手会有一点畸形，是吧？但是总体上看起来呢还是不错的，非常棒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非常棒的这个技术啊，叫 Frame Pack。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技术它到底是怎么达到这样高的一个水平的。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个视频生成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们会用之前所有的这个已知的帧啊来生成下一帧。那这个模式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你要注意啊，会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叫做遗忘，就是随着这个视频长度的增加呀，这个模型呢很难记住早期帧的信息，会导致内容啊、风格呀以及时间的依赖上呢，它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叫漂移，漂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随着我们生成的过程当中啊，每一帧呢都会有一些细小的误差。当这个误差呢向后不断的传播，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视觉效果明显下降。通常呢就表现为模糊，或者是有噪点，或者是细节的丢失。所以说呢，那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啊，可能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先用图生视频先生成一段，然后用那个最后一帧再往下生成，再生成一段，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生成任意长度的视频。但是你会发现啊，当你生成了大概2、3段之后，后边那个视频几乎是不能看的，这个就是漂移带来的问题。这2个问题呢其实是相互掣肘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采用增强记忆的方法，就可以对抗遗忘，就我们使用所有的上下文，但是你使用的这个上下文越长，就会导致你这种误差积累的越多，那你这个漂移现象就越严重。所以说呢，你要对抗遗忘就会产生漂移。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 Frame Pack 呢就提出了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它提供了一种 layout 啊，借用了像 GPU 的一种排列方式。另外它提供了一种叫做反漂移采样的这样的技术。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它怎么去反对遗忘。就这儿有一个基本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就特别像我们说的那个 GPU 的这个堆叠的结构，是吧？根据 F0 生成 F1，F1 生成 F2，F2 生成 F3，F3 生成 F4 啊，就这样。它下面说了一堆，这一堆呢你要去看，我觉得你可能会看懵的啊。那我就重点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边有几个要点，我说完你就明白了。那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在预测下一帧的时候啊，并不是所有过去的帧都同等的重要。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离我最近的帧呢往往更重要。那我们在这个图上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比方 F3 啊，离它最近的肯定是 F2，是吧？再近的就是 F1， 这是这个结构带来的第一个直观印象。第二个就是通过调整 Transformer 输入层当中那个 patch 盒的大小啊，可以实现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类似于 GPU 的堆叠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它怎么去做呢？你要注意啊，距离当前预测那个帧更远的这个帧呢，我们会使用更大的核。这就意味着呢，它会使用更少的 token 更少，就代表着它的重要性呢，相对来说呢就更低，对当前帧的生成贡献就更小。那这个结构呢，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压缩的方式。你可以认为呢，就是离当前你要预测的帧更远，它压缩比就更高，也就是重要性就更低啊，也可以这样去理解。那怎么去克服刚才我们说漂移这个东西呢？提出的这个方法呢，主要2种。第一种叫做反漂移采样，那就是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啊，同时生成起始和结束的部分，然后呢像填空一样填充中间的空白。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就会导致不会说离这个起始帧越远，这个图像质量就更低。
因为我是同时来生成的，那中间呢我像填空一样给填进去，所以说呢这个就跟时间没有关系。只要你这个策略对的话，你可以保证每一个针生成的质量呢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倒序反漂移采样，就是我反着来。为什么要反着来？是因为第一针我们是知道的，而第一针的信息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从最后一针往第一针去生成的话，也不会产生什么，就是我们时间越长，那个质量越低，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呢，我们还只是从这个什么呀，从这个叫宏观的角度给大家描述了一下这个论文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具体的细节呢，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